终于在中国超市看到久违的汇丰湿拉碴辣酱了。店员告诉达克，厂家刚刚开始恢复供货，每家店的供应都还有配额。第二天看到沃尔玛的货架上，汇丰辣酱的位置还空着。以前在亚洲餐馆桌子一角必备的湿拉碴辣酱也很长时间不见了。还是中国超市的店员告诉我，很多越南店的老板进不到货，诉苦客人抱怨没有辣酱，米粉的味道都变了。其实达克对湿拉碴辣酱断货的事情已经是相当后知后觉了。前一年断货的事情都上了美国很多媒体的新闻报道，网络上更有将辣酱加价10多倍出售的卖家。达克还第一次看到物质异常丰富的美国人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么费心。回来了解辣酱的历史，才知道其中的滋味确实不一般。故事的主人公陈德，1945年出生在越南西贡以北的一个小县城。他家祖籍在广东潮州，家族经营几家小企业，包括一个小市场，一个做管子的小工厂。1970年代，陈德的哥哥投资买了20亩地种辣椒，不过产出的辣椒因为价格低，收入并不好。有一天，太太带回一罐同事送的辣椒酱，陈德尝过后，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些，大家尝了都说好。从1975年起，陈德开始制作辣椒酱，卖给当地的餐馆。这样，大哥种辣椒，岳父负责将当时从美军那里搞来的瓶子洗干净，妹夫则负责往瓶子里装辣酱。一些商贩上门批发辣酱，卖给餐馆，陈家的生意开始火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越共对私营企业主的打压，再加上中越关系的紧张，越南开始排华。陈德一家为了分散风险，分别移民到印尼、香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1978年12月18日，陈德搭上了台湾货轮汇丰号，核定载客1500人的轮船挤满了33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逃难的华侨。航行了5天后，轮船到达香港。当时的港英当局迫于大陆的逃港客和越南涌来的难民太多，一直不让船上的人上岸。汇丰号在香港外海停留了30天，食物和饮水全靠直升飞机补给。那年的圣诞节和新年都在汇丰轮上度过。直到1979年1月19日，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调下，船上的人才得以以临时难民的身份上岸，被安置在难民营。不久分散到其他国家，陈德一家的目的地是波士顿。到了波士顿，先靠救济金和在餐馆打工生活。寒冷的气候和不稳定的工作让陈德开始寻找改善的办法。在和洛杉矶的亲戚通话中，得知加州的市场上有新鲜的红辣椒，陈德当即决定搬到加州。1980年2月，陈德和2位亲戚用过去的积蓄，以每月$700的租金，在洛杉矶唐人街租下了一间200多平方米的厂房，还购置了电动搅拌机和一辆2手的雪佛兰面包车，开始制作湿拉碴辣酱。在越南时，陈德的辣酱曾卖给驻扎的美国士兵，而且很受欢迎。他相信在美国本土也应该有市场。陈德用离开越南时搭乘的船名汇丰给公司起了名字，还用自己的属相机作为辣椒酱的商标图案，所以汇丰的辣椒酱又叫做红公鸡辣椒酱。每天凌晨3、4点，陈德和员工就得起床，赶到洛杉矶市中心的蔬菜批发市场收购红辣椒。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红辣椒，市场的货源不多，他要一家一家收购，然后赶回厂房加工。开始产量很小，最多每天只有不到10箱，收入仅够日常开销。后来陈德回忆，当时想每月能有1000块钱的收入，不用给别人打工就相当满足了。
在一个讲述汇丰公司视频的留言里，看到一位观众写道：“我家开的餐馆就用汇丰的辣酱，还记得最初他们推着车一家家上门送货的场景，真是白手起家。”汇丰加工出来的辣酱最初在亚洲超市和越南米粉店销售，很快靠口碑传到其他亚洲餐馆，包括日本料理、香港餐厅、韩国餐馆等等。因为价格便宜，不少餐厅在每张桌子上都会放一瓶湿拉叉辣酱，让客人随意取用。不知不觉，承德的辣酱成了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调料。而且名气出了洛杉矶，出了加州，开始传到外州。1997年1月的《洛杉矶时报》曾报道，汇丰公司的辣酱像野火一样在全美国蔓延。报道说，有人给俄亥俄州开热狗店的店主从洛杉矶带了一瓶汇丰的辣酱，让他试试。店主一尝，味道非常好，马上就问朋友什么时候再去洛杉矶。朋友说，也许一时半会儿不会再去。店主虽然有些失望，但发现辣酱瓶子上的电话，就开始电话订购。这样，汇丰的辣酱成了大家有70年历史热狗配方的新佐料。1996年，公司的收入达到了700万美元，工厂的规模扩大到15人。在美国超市非常流行的一种辣椒酱是亨氏57酱，这种酱是宾州亨氏公司1896年推出的。这家创立于1869年的食品公司，至今仍是美国调味品巨头之一。大家最熟悉的是他家的番茄酱。陈德创业时，洛杉矶正准备1984年奥运会，他曾打算将自己的辣酱做成陈氏84酱，不过后来还是用东南亚流行的湿拉叉命名，原因是更容易被顾客接受。湿拉叉原本是泰国东南部一个沿海小镇的地名，一位 YouTube UP 主亲自到泰国湿拉叉探访辣酱的由来。他发现世界知名的湿拉叉辣酱在本地并不火爆，当地甚至都没有任何标志来为辣酱刷一下存在感。经过这位 UP 主的考证，1870年代一种蒜蓉辣椒酱在中国广东顺德流行，1891年传到香港，附近的一些华人移民到了泰国湿拉叉，他们带去了烹饪和饮食习惯。大致在1949年，当地一名叫查卡帕的妇女尝试改进，用辣椒、大蒜、糖、盐和白醋调制成搭配海鲜食品的蘸酱，结果非常受欢迎。于是像贵州的老干妈查卡帕开始单独做辣酱出售，后来这种辣酱推广到东南亚地区，包括陈德居住的越南。汇丰公司进入市场的时机很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量越南移民到达美国，从1981年到2000年，有53万越南人移民到美国，其中一半的移民落脚在加州和德州。随之而来的是越南餐馆的增多。此外，当时的市场资料显示，美国人均消费辣椒的数量也开始增加，从1974年的年均 1.9 磅增加到了1993年的 3.1 磅。这些都为汇丰的辣酱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汇丰辣酱之所以味道好，陈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其实我很简单，没什么秘密。辣椒我要用新鲜的。辣椒从摘下到制成酱，最快在2个小时里完成，所以汇丰辣酱里的水分和颜色都是辣椒自带的。对于辣椒的味道，陈德也坚守初心。辣酱打开销路后，曾有人建议，为了迎合更多美国食客的口味，降低辣度，把味道调得更甜一点。陈德则坚决反对说，辣椒酱就是要辣，如果你不喜欢它，就少放一点。汇丰不是在做蛋黄酱。But there are those people who say it's too spicy. Using less. Using less. 汇丰辣酱的包装瓶是陈德设计的，透明的瓶子能直观看到天然辣椒的火红，绿色的醒目的盖子意味着新鲜和生命力。瓶子上面用英文、中文、越南文、法文和西班牙文5种文字标记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汇丰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做过广告，也曾坚持30多年未曾提价，全凭辣酱的味道和价格的公道，滚雪球似的吸引食客。
开始是小餐馆，后来全美连锁的 Applebee's 用汇丰的辣酱做成炸虾的蘸酱，著名的中餐连锁 P.F. Chang's 用辣酱做成炸四季豆的调味。辣酱的成功还从地上到了太空。2003年4月，华裔宇航员卢杰进入国际空间站时，就携带了汇丰的辣酱。很巧，卢杰在太空站期间，中国的首位宇航员杨利伟正好也进入太空。通过休斯敦的控制中心，卢杰用汉语与杨利伟通话，他说：“欢迎你到太空来，祝你一路平安，胜利返航。”猜想，如果两人在太空舱里见面，卢杰肯定会拿出不远万里带来的辣酱招待杨利伟。业界权威也给辣酱以肯定，全美著名的美食杂志《好胃口》将汇丰湿拉叉辣酱评选为2010年年度最佳调料。那一年，汇丰生产了近3万吨辣酱，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虽然汇丰每年保持20%的业绩增长，陈德也没有考虑把汇丰上市和吸收其他投资。他曾告诉记者，对他来说就是尽力把辣椒酱做好。2011年，汇丰投资近4000万美元，在洛杉矶东北半个多小时车程的欧文戴尔市修建了占地6万平方米的新厂房。选择这里也是欧文戴尔市为了发展经济向汇丰提出的邀请。一直动手能力极强的陈德亲自动手设计和改造了很多设备。2013年新工厂开工后，产能大增。8月到11月是辣椒丰收季节，每天有30到40台卡车将刚采摘的辣椒运到工厂，工厂立刻进行了清洗、研磨、调味，然后装罐。这时汇丰的产量达到了年产2000万瓶，产值接近1亿美元。不料2013年11月，市里有5户居民将汇丰告上法庭，投诉辣酱厂排出的空气中有异味，很刺鼻。市政府于是以汇丰有公害为由，让公司停产改进，否则要求搬迁。这让汇丰和陈德很气愤。新厂房还有空气过滤系统，当地居民有1000多人，空气检测部门也实地检查过，都没有发现问题和违规。汇丰新旧厂加起来近200名员工，外围的运输和包装产业也间接提供了700个就业机会，加上生产辣椒的2000名农场工人，汇丰对本地经济贡献非常大。政府官员为了个别选民不顾事实，让一向低调的陈德直接对媒体说，这是非常愚蠢的决定。 Why you so stupid？ 看到汇丰的遭遇，德州和其他很多地方纷纷邀请汇丰搬到他们那里，但考虑到原料和工人的原因，陈德决定提起上诉，并主动邀请市政府的官员到工厂实地考察。考察后，市政府官员和议员表示工厂非常干净和漂亮。2014年5月，市政府将汇丰公司的案子撤诉。经此一遭，汇丰的名声经媒体广为传播，公司更进一步，每年生产旺季打开厂门，邀请游客和居民到厂里参观。这个措施有力地提升了公司的形象。达克有机会去加州，一定要去看看。2022年4月19日，汇丰公司给各地经销商发了一封信，信中说辣椒欠收已经超出了公司的控制范围，对湿拉叉酱的生产和销售都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公司9月前将不再接受新订单。此外，汇丰建议经销商不要向客户承诺有货供应，除非自己有库存。至于辣椒欠收的原因，汇丰的解释是加州这2年干燥的气候。汇丰辣酱供应一减少，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网上有了价格高出10几倍的卖家，各个餐馆也开始积极寻找替代品，还有的顾客甚至到餐馆偷拿桌子上的辣酱。辣酱缺货也成了新闻，各个主流媒体都有报道。媒体报道中有关断货还有一个解释，原因是汇丰与合作了28年的供货商安德伍德农场
发生了法律纠纷，也导致了合作终止。安德伍德农场从1988年起就向汇丰提供辣椒酱的主要原料墨西哥辣椒。伴随汇丰的成长，农场也不断购地，满足汇丰供货的需要。到2015年，农场已经达到了2000英亩的规模，提供的辣椒达到1亿磅。农场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说，在辣椒丰收季节，10个星期里，农场每天有50辆卡车的辣椒运到汇丰。2016年前后，汇丰认为他们为收购辣椒支付了过高的价格，向法院起诉安德伍德农场，并不再收购农场出产的辣椒，而转向其他的小农场收购。安德伍德认为，按合同，所有款项都是应该付的，是投资未来农场的一部分。因为汇丰拒绝执行合同收购，造成农场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巨量辣椒的买主，经济损失非常大，因此向法院提出反诉。2019年7月，经陪审团裁决，汇丰公司向安德伍德农场支付2330万美元赔偿，其中包括安德伍德2017年、2018年2年经济损失1480万美元，其余是惩罚性赔偿。汇丰曾对初审的结果上诉，没有成功，也没有再接受媒体的采访。安德伍德说，如果没有中断合同，农场可以完全满足汇丰的需要，不会造成辣酱的断货。如今，安德伍德农场也在推出自己的石拉叉辣酱。汇丰公司很自豪地在辣酱瓶上写着"美国制造"。陈德曾经说："我是华人，可是当越南把我们轰出来时，中国不接受我们，台湾也不接受我们。" I want to say thanks to the American. If they not accept me when I refugee, so I try to do something, give back to the American. 这是福布斯网站上陈德的档案，他家族的财富已经过亿。2014年，陈德也被卡内基基金会评选为杰出移民。他从唐人街底层难民到亿万富翁的经历和成功，很好展示了美国为各国移民提供的这个舞台。我们开始做辣椒酱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的辣椒酱会受到这么多不同的族裔的欢迎，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计划，只是买到辣椒，新鲜的辣椒，我们就做成辣椒酱，能够做的都可以卖。当我知道到处都有我的辣椒酱，到处的每个地方都喜欢我的辣椒酱，我感觉很高兴。我的产品受到大家的认同，而不是我赚了很多钱的高兴，是我的产品每个人都欣赏，我觉得很高兴，很骄傲。做什么事情都不一定说一做就成功，可是呢，要努力，要吃得苦。你今天还不成功，可能你还不够努力。